这期视频呢，我会用通说易懂的语言为你讲述美国是怎样用金融手段一步一步收割全世界的。他割韭菜的手段很简单，就是开挂无限印钱 Who's your daddy？ 在这个金融行业有一个称号叫做美元霸权。Bybit 带给大家首次 Copy Trade 的零风险体验，你是否是新手，或者是对 Bybit Copy Trade 感到疑惑呢？从10月6号到10月31号 ，Bybit 举办了一个活动，首次 Copy Trade 保障高达$100的资金保护。只要你没有参加过 Copy Trade 的新人，就有这个机会瓜分$5万的奖金池。怎么样参与呢？只需要3步。首先，报名参加活动，点击介绍栏的链接加入 Bybit 的 Copy Trade 活动。第二步呢，就是选择你喜欢的大师级交易者，在 Bybit 的平台内寻找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大师级别的交易者，关注他们，然后 copy 他们的交易单。第三步呢，就是最低投资$100，选择 Bybit 的智能复制模式，或者是高级的复制模式，最低投资金额是为$100。机会难得，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好，我们马上开始。那美元霸权也很好理解，意思就是说印钱加人权警告。我们最近听到的降息啊、无限 QE、量化宽松、购买美债，你都可以理解成为印钱这2个字。然后美国发动的人权战争，扶持各国的反对派，比如台湾和中国、乌克兰和俄罗斯，搞文化侵略，这些都可以理解成为人权警告这4个字。而且美元霸权这一招从1982年至今百试百灵。为什么要从1982年开始算呢？这就要提到2战之后，美国就开始筹划美元霸权的计划，并实施了很多的方案，比如马克思计划、布林顿森林体系、北约，但这些方案都不能支持美国光明正大的印钱。那如果他不能印钱啊，就是一直在花自己的本金，那这些本金总有一天是会花完的，花完了就不能称霸世界了。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精英就提出了要找一个有价值的商品，强行的去和美元捆绑在一起，这样美元就值钱了，就不再怕通货膨胀了。到时候美国就能光明正大的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于是在1973年，有个叫做伊布拉辛的人提出 Petrodollar 的学说，有着工业血脉支撑的石油自然就成了美国的目标。之后美国便开始大规模的布局这件事情。众所周知，产油最多的地方就是中东地区，于是美国就把目标对准了中东，通过恐吓、收买甚至战争威胁的方式来收小弟，逼迫沙特在1973年达成石油输出一律采用美元结算的协定。但是只收沙特一个小弟，石油美元的套路也是很难持久了，所以怎么办呢？于是为了收更多的小弟啊，美国选择了战争。在1982年成功支持他打赢了第5次中东战争，所以逼迫了大部分中东地区的石油国家变成了美国的小弟，水到渠成的稳固了石油与美元之间的关系。就这小小的挂钩啊，让美国学会了无限印钱的技能。掌握了无限印钱的技能之后，他就可以无限的征兵。有了军队之后，他就可以随意的发动人权警告。这回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公式：印钱加人权警告等于美元霸权。之后无数的事实也证明了，谁要是碰这个石油，就等于动了美国的蛋糕，轻则踢你出群，重则人权警告。完成了石油美元化后，这些小弟确实也赚了盆满钵满，贪婪的他们又想拿这一笔钱继续赚钱，于是便把钱投资到了美国金融市场，这样美国又能拿着这一些钱以很高的利息借给需要钱的国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放高利贷。那这一笔钱学术上叫做石油美元回流。做个小的总结，为了让大家更有代入感，你想你自己是一个国家，你要变得强大，那么你就必须得发展工业，发展工业就必须得买石油，所以无形之间你就会给卖石油的国家打工，而卖石油的国家呢，都是美国的小弟，你其实都是在为美国打工。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快变成强大的时候，美国又会用无形的手法去干预你，比如偷偷摸摸的去扶持反对派，比如贸易封锁，这些干预呢都会导致你缺钱。这个时候美国就会以天使的姿态降临，来给你放高利贷。如果你还得了这些钱，利息的部分就是他们赚的钱，但是如果你还不了的话呢，
哈哈，那么你就不好意思了，你的优质资产就会被他给拿走。再严重的一点，甚至他还会忽悠你认贼作父，这就是割完你再贱买你，最后你还要谢谢人家。这就是美元霸权，多么天衣无缝。在建立好美元霸权之后，美国也开始彻底的放飞自我，他开始肆无忌惮的浪费全球资源。我们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有多么的猖狂。美国的人口占全世界5%，但生产的垃圾却占全世界的25%。在汽车方面更是夸张，普通国家汽车排量一般是在1T 左右，而美国4T、5T 的车见惯不惯。但这种浪费他从来不心疼，因为他浪费的每一分资源都是由世界来给他买单的。换一句话说，他只是负责拉屎，拉完之后你还要帮他擦屁股。而他在金融领域干的事情更是过分，比如2008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做次贷危机。简单的来说，就是他自我良好，给美国本土那些还不了贷款的人发福利，并把这些福利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起了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 CDS， 然后卖向全世界。最关键的是，美国还非常的邪恶，这明明是一个赌博的产品，他却告诉全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理财产品。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你去银行存定期，结果柜台的人忽悠你把钱全部都拿去买彩票，试问你是什么心情呢？当时这个 CDS 是一模一样的，他忽悠了全世界的人，然后这个产品就自爆了，美国放的贷款也收不回来，共涉及了4.4万亿美元的金额。我们来看一下2007年的美国税收约为1.5万亿美元，相当于3年的国家税收给炸没了。任何国家发生这种事情都会一蹶不振，比如郁金香泡沫之后的荷兰，比如南海公司之后的大英帝国，严重成这样了。但是为什么美国只用了短不到2年的时间又恢复到了元气呢？这个功劳全部都要归功于美元霸权，因为有了美元霸权，它就可以合理的耍无赖，开动自己的无限印钞技能。我们拿2008年次贷危机举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美国崩盘，美国本土企业很难再向社会融资，如果持续下去，公司就会倒闭，公司倒闭，员工就会失业，失业人口增加之后，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然，美国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向都是借钱过日子的，他的国库没有存款，怎么办呢？他们只能耍赖。于是，美国的央行就开始疯狂的印钱。24小时加班印钱的梗就是这样来的。美国的央行把这些印来的钱借给那些快倒闭的公司，让他们渡过难关。数据统计，2008年的11月份，美国印了1.7万亿美元；2010年的11月份印了6000亿美元；2012年的9月开始每一个月购买400亿的国债，至少购买了12个月，这也相当是于印钱了。大家可以告诉我，美国总共印了多少钱呢？而这些钱都是美元。这么多钱借给本土企业之后，大部分的企业都平安度过了这个危机，所以美国股市也自然引来了上涨。股市涨了，公司就好像社会融资，这么多钱借给了本土企业之后，大部分的企业都平安的度过了这个危机，所以美国股市也自然而然的涨了。股市涨了，公司就好像社会融资，在他们重新向社会融资之后，就可以把印来的钱再还给美国。美国回收了自己的钱之后啊，这些钱都去了哪里了呢？你有没有听说过美国会把自己印的钱给撕了呢？所以这些钱又会流到了世界各地，去购买世界各地的优质资产。总结一下，美国把印来的钱给本土快要倒闭的企业，在救活了本土企业之后，又拿这些印的钱去购买其他国家优质的资产，真他妈的一举两得。但是可笑的是，其他的国家还敢怒不敢言。为什么敢怒不敢言呢？这就要回到开头我讲的石油美元。因为全世界现在都在发展工业，发展工业就是需要石油，而美国强行的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之后，你想要买石油就必须得用美元。怎么样才能得到美元呢？就是用你国家的商品去换美元。比如你用1袋大米换100美元，但100美元到你手的时候，你不能立刻买这个石油，因为石油这个东西是限量出口的，所以你只能把美元放在你的钱包里。而这个时候呢，美国就会继续的印钱，它印的钱越多，你手里的钱就不值钱了。
这个时候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反对他印钱，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你反对他，他就会用人权警告来整你，比如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比如你不尊重本国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权警告太具有威胁性了，导致大部分的国家都很害怕，被迫只能进行第2个选择，那就是忍气吞声。大家忍气吞声之后，美国则会继续用他印来的钱换你的大米。随着时间的流失，你越来越多的大米被他的废纸给换走，久而久之，自己却没得吃了，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大家放心，他不会让你死的，因为他还要纠缠你的身子。于是这个时候，他就会装成天使下凡，送你只够活着的口粮，简称人道援助。如果你当时候还没有看懂他的套路，甚至你还可能会被他忽悠成认贼作父。比如这几个国家就上了他的当。日本、韩国、阿根廷，这就是典型的割完你再贱卖你，最后你还要感谢他。大家肯定会说，这也太不要脸了吧？没错，就是这么不要脸，你咬我吗？于是印钱一直爽，一直印钱一直爽。他靠着印钱换取全世界的劳动力。曾经他和刚正面的苏联被他忽悠到了残废了，大英帝国也脱欧了，以前第2大贸易日本也落寞了。30年了，现在轮到谁了呢？不过值得庆祝的是，很多国家已经看清他的套路了。美国拿自己的信用，先是伤害韩国人民的心，紧接着把欧洲人全给得罪了。现在就连他之前对他听之任之的小弟沙特也开始搞事情了。但这还不够，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超大经济体来冲击石油与美元之间的挂钩，那么美元依然还是霸权的地位，美国还能不断压榨全世界。当然，好在这个超大的经济体已经开始慢慢成熟了。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提示一下，它就是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2条路，一条路在海上，一条路在地上。4个字，对了，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我相信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是多元化的，而不是某个国家的霸权。美国能上台，只是因为吃了2战的红利而已，而最终引领者不可能是他，因为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一点的担当，也没有一点的仁爱，表现出了全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反复无常。我们也不用奇怪，因为历史上安克鲁萨逊人的遗传基因便是如此。